大家好，我是妮娜米娅，欢迎来到我的频道。妮娜米娅爱在多伦多，这是我老公乔治。嘿，你好。我老公来自墨西哥，讲西班牙语。欧拉，欧拉，欧拉在西班牙语里是你好的意思。我跟我老公是在工作中认识的。我来加拿大学习、工作、生活已经20年，现在在多伦多北约克的一个为老人服务的一家社区工作。我跟我老公去年搬离了多伦多士嘉堡，来到了大多伦多最南端的一个湖滨小城，叫凯斯威克。我们住在一个水上社区。今天呢，我老公当一回船长，带我们大家到这个社区逛逛。因为很多朋友听说我住在水上，就非常感兴趣，想看一看这里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的。那我就跟你们做一回向导吧。先从后院给大家看一下我这个房子。我这个房子是去年8月份搬进来的，当时是标价82.9万，我们是82万买下来的。这个房子呢是有2层，一层在地面，另外一层呢是半地下。我可以给大家看一下图片。这是我们的后院。地下室有一个单独的套间可以出租，还有一部分是娱乐的地方，可以打乒乓球，还有健身房。这是我们的邻居。我们左边的邻居呢是08年买的这个房子，当时是30万。右边的邻居呢是11年买的房子，当时是40万。我们的呢是80万。我也想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社区的房子价格的变迁，希望你能感兴趣。船长准备好了，我们就启程吧。这个地方离我工作的地方有60公里，开车40分钟。疫情期间呢，交通很顺畅，并且我也可以一半的时间在家办公，所以距离呢还没有给我的生活带来任何的不便。非常安静，就是邻居在搞施工。我在视频里和大家看到的都是这个房子的后院，因为我是在船上和大家分享的。以后我也可以带大家到前边社区转一转。凯斯威克这个小镇在80年代呢，还被认为是一个度假的地方。从90年代开始发展，到2014年404的高速沿至这里，现在30分钟就到了多伦多。哇，我老公钓到一条鱼。哇哦，哇哦，这么大，应该是条鲈鱼。跟鱼斗也是其乐无穷的。哇，好漂亮！哇哦，但是太可惜了，现在鲈鱼都是产卵的季节，我们要亲吻一下，然后就放它回水里产卵吧，然后给我们多生一些小宝宝，
夏天6月份6月底这个湖才能钓鲈鱼，到时候但愿这条被我们放生的鲈鱼会钓起来，会生下更多的宝宝。好棒，好棒！因为404这个高速延伸到了这个城市，所以现在呢，开车也就30分钟就到了多伦多。我妹妹跟我爸爸妈妈都住在多伦多的边界，所以也是很方便的。我们是去年5月，有朋友在微信朋友圈发钓鱼的图片，乔治特别爱钓鱼呢，我就要了个地址来这里钓鱼。来了几次，觉得这里还不错。就查房子，价钱也能承担。6月份我们就开始看房，然后呢，锁定了这个社区，因为这个社区呢，是在水上，我们的船可以停靠在自己家的后院，并且又不是在湖上，离湖有5分钟的船程，就是坐船大概5分钟。然后价钱呢，比完全在湖上的房子还是要便宜一些。所以我们，就7月份就找到了合适的房子，8月份呢就搬过来了。现在呢，我老公他就纯粹是个渔夫，天天只要天气允许，天天都要钓鱼。每天都是下班后我在做饭，他就在后院钓鱼。有时候一扭头，老公不见了，打电话原来是去湖上了。当时呢，我们是夏天买的房子，只是想着钓鱼方便。没想到到了冬天呢，是一个冰上世界，更加美丽，可以滑冰啊，打冰球，玩冰葫芦。我也是今年冬天，就是过去的这个冬天开始学会滑冰，会了一点点。然后如果有越野车或者雪地车的话，会更好玩。看2个鸭子悠闲的在别人家的后院散步。这个社区的房价呢，在2010年以前是比较平稳的，20-30万。然后呢，到10年以后，房子开始慢慢涨，大概每年也就是2-3万的涨幅，一直到14年，因为404高速延伸，所以很多人就很方便，很多人就搬来到这里，房价开始涨得会快一些。到了16年，大家都知道16年还有17年4月份以前呢，多伦多的房价是跳跃式的大幅度上涨暴涨。这里比多伦多更可怕，暴涨的更厉害。我的房子是我的前任也是中国人，他就是在这个时期买的，已经70多万了。更可怕的是，在17年的3月，这个社区呢有2个普普通通的房子，竟然卖到了130万和140万。后来有个房子撑不住了，第2年以96万的价格出了手。看来炒房子的话还是有风险的。下面看到的一些房子呢，都是比较新的，应该都是以前旧房子翻建的。地呢就比较小了，并且还有半独立的，还有联排的。但是房子状况都比较新。这里是有2条水上栈道通向陕高湖的，我们这是一条，旁边还有一条，总共有4排的房子。我们当时
在这里看了有4套房子，最后才买了我们这一个。第一个看的房子我们一会儿还会路过，才要64万9，最后63万成交的。当时我们没买，因为那个房间比较少，才2个房间。然后我们又看了一个是上下2层的房子，状况也很好，但是没有抢到。价钱其实也挺低的，才79万3卖掉，78万3。然后我们最后就看中了我们的房子。我们的房子虽然不是我喜欢的，是上下2层的，不是我们那个是1层加上地下室。但是房子状况还很好，因为我前任呢，他是买来投资用，是做 Airbnb 的，就是像民宿一样，所以里边的状况很好。但是去年疫情来了，就没有生意了，所以他们也决定给卖掉了。这一片房子呢，还有一个好处是对面没有邻居的，就是后院的对面，你看是一片空地。这里有一块地是现在在卖，是52万要价，但是不是做民居的，是商业用途的一块地。其实买来做一个小餐馆啊，或者有特色的生意啊，因为在水上也是比较有吸引力的。星期六的早上非常的安静，很多人还没有起床，只有小鸟在叽叽喳喳的叫。房价是和很多因素有关系，这个大家肯定也都很清楚。最大的一个就是市场了，就是你的地大的话会值点钱，然后房子状况好的话，新的话也会增值，也会值钱。像这些房子虽然地小，但是比较新，所以价钱也不低。今年呢，我们这个社区卖了3、4套，最近的呢已经卖到136万，也是上下2层，还有一个只有1层的卖到120万。所以今年的房价也是一个涨幅比较大的一年。因为受疫情影响，去年房子交易基本上停滞了，所以有一些滞后的需求，今年房价就涨得快一些。这里我刚才讲了，在16年的时候，它的涨幅比多伦多更惊人，也是因为很多年，因为这里比较算当时高速没有通过来的时候还算比较偏远，所以价钱一直比较低。但是后来高速延伸到这个城市以后呢，就需求就很大了，又加上16年的房市凶猛，所以这里的房价涨得更高一些。但是在17、18年也就受冲击也就比较大了。What's that? What's that? Too bad? What's a bus?
哦，两条鱼在。Yeah, I see there, right? Oh my goodness. 可能是在产卵，在交配产卵。我只看到了1条，老公说是2条。喂？哇，不要打扰他们，让他们多生一些宝宝。怎么这么早都会有莲？这就是藕莲叶，应该是。你是谁呀？哦 ，sorry。是一个老人家的房子，他的房子就是比较老一些，比较旧一些，需要。What did you do? You said you did work. What did you do? Oh, yeah. It's a nice boathouse. Not a lot of people have boathouse, huh? No, it needs to be restored. Oh, okay. Yeah, it needs work. It's fall apart. But it's very good asset. It'll look nice. Yes. The boat is ready, huh? Yeah, your boat is ready. 能看到湖了。你是谁呀？哦 ，sorry。What's that? Duck? I know, that's duck. 是水上的一个小动物。这个是通向岸边的。No more?有很多鸭子在这里安家乐业。上次来能看到好多小鸭子，现在还能看到，成了鸭子的乐园。这个房子其实能买来做俱乐部，或者做一个养老的一个社区，倒是挺好的。对呀，看到前面很多的鸭子。看一下这个闪高湖，在多伦多南面60公里的地方。Go！ 哇，加大马力了，谢谢朋友们，我们以后再见。
weep